就在这2天啊，国际论坛发生了一场惊天大地震。那个一直自诩左右逢源的印度突然翻脸了。为了讨好美国，莫迪竟然要在背后狠狠地捅俄罗斯一刀。这波背信弃的操作直接把全世界都给看傻了。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出三姓家奴的荒诞大戏。就在2月2号，董王那是红光满面高调的不行。他宣布了一件大事，印度终于还是没扛住，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个莫迪政府呢，已经点头哈腰的同意彻底放弃采购俄罗斯的原油，转头去买美国那死贵的油啦，还要去买这个委内瑞拉的油。作为交换董王大笔一挥说，行，既然你听话，那之前我要收你的那50%的惩罚性关税，给你免一半。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在咱们这儿吧，叫卖身契。一个敢卖，一个敢买。一个呢是不靠谱的金毛，一个是没骨头的老仙儿。这2位凑到一块儿，那真叫天生一对，地造一双配套的很呐。咱们现在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一倒。很多人都说印度和俄罗斯那都是几十年的老铁从当年那个红色巨人的时候，这俩的关系就铁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武器全是俄制的，航母呢是人家送的，核电站是人家帮着建的。但是各位，你得看透本质国家之间哪有什么真感情，全是生意尤其是个印度那更是出了名的有奶便是娘，谁给好处就跟谁走，谁硬就怕谁。这所谓的友谊吧，从来都不是真心的，全是基于利益的互相利用。特别是这几年在能源这块那印度抱着俄罗斯的大腿，说白了就是为了占便宜，就是为了薅羊毛。你回想一下2022年俄乌冲突刚打起来的时候，那是俄罗斯最难的时候美国带着一帮这个欧洲小弟围追堵截又是限价又是禁运要把这个俄罗斯的油呢给憋死在家里。这个时候印度干了什么？他是出于正义去帮俄罗斯吗？屁他是看准了俄罗斯油卖不出去只能打骨折甩卖。印度呢就像个闻着腥味的猫，疯狂的扑了上去。从2022年开始这个进货量那是蹭蹭往上涨。以前俄罗斯的油在印度那儿那是占比不到 2%， 那是小透明结果到了2024年直接飙升到了 37% 以上。到了2025年7月，好家伙，一天就要买207万桶。这印度呢直接变成了俄罗斯最大的原油客户。这印度还鸡贼呢，他买了这些打折的油自己用一部分呢，剩下的大部分在家里面炼油厂转一圈，换个标签，变成印度制造的成品油，再高价卖给那个缺油的欧洲。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中间商赚差价。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嘴都笑歪了。一边数着钱，一边还要在国际上立牌坊，天天喊着我们是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国家利益，我们不站队。甚至还煞有介事跟俄罗斯签了个协议，说要把贸易额搞到1000亿美元，还要搞本币结算去美元化，装的那叫一个亲热，恨不得跟俄罗斯拜把子。俄罗斯也是实诚或者说是真没招了吧，那是真心实意的带印度给最优惠的油价，甚至接受印度用卢比结算。普京还多次公开说我们要不间断的给印度兄弟供能。结果呢，俄罗斯是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掏心掏肺养这个兄弟是个反骨仔。那这个印度怎么突然就翻脸了呢？这样得说到董王那是真狠美国呢早就看印度不顺眼了，心里想老子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制裁俄罗斯，你小子在后面开后门拆台赚黑心钱，反了你了。但是以前那个老拜登那是讲究拉拢那一套的，手段呢偏软。董王不一样他可是生意人讲究的是极限施压。从2025年8月开始美国就动手了，先是一闷棍，
对这个印度输美的商品啊，直接加征25%的对等关税。理由？不需要理由，就说你占我便宜了。印度还没缓过神来，东王又补一刀，额外再加25%的惩罚性关税。理由很直接，因为你买了北极熊的油。这一下2笔关税叠加，直接把印度给打懵了。印度的制造业吧，本来就脆，全靠这个出口赚点外汇。这一加税啊，很多工厂直接倒闭啊，什么纺织品啊、药品啊，根本卖不动了呀。国内啊，那是怨声载道啊，失业率飙升。老乡那个汗呀，顺着那白胡子往下流，他顶不住了呀。国内的财阀在骂，失业的工人在闹。这个时候董王看准了火候啊，笑眯眯的抛出了诱饵，就像训狗一样啊。大棒打完了，给块骨头。老弟啊，疼不疼？不想疼也行，你只要答应我，别买那俄罗斯油了，来买我家的油，或者是委内瑞拉的油。我就把你那惩罚性关税啊免掉一半，而且啊，我还让你多卖点东西给我，咱们还能搞什么科技合作啊？我带你飞。这印度啊，典型的软骨头啊加机会主义者，在巨大的恐惧啊和贪婪面前，什么战略自主啊，什么数十年友谊啊，什么大国风范啊，通通扔进了恒河水里。老仙儿膝盖一软，直接滑跪：大哥，我不买俄罗斯的油了，我就买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一幕看得我真是恶心，真的，国与国之间得讲究个信誉啊，哪怕咱们不做生意了，好聚好散啊。最有意思的是啊，老仙呢在给美国点头哈腰确认降关税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提停止采购俄油这事儿。是对谁没提？是对俄罗斯没提。俄罗斯那边啊，压根就没收到印度的任何正式通知。也就是说啊，印度呢这是玩了一手阴阳脸，在美国人面前啊，他说我断了，在俄罗斯面前他装死呀，不说断也不说不断，试图蒙混过关。说白了，他还想两头讨好，既想拿美国的好处，又不想彻底得罪俄罗斯，怕俄罗斯翻脸了以后不好办。这算盘打到那是噼里啪啦响啊，隔着喜马拉雅山啊都能听见。但是你觉得俄罗斯是傻子吗？普京是吃素的吗？现在不说话，那是还没有腾出手来。这种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比正面的敌人更可恨。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能源换钱来维持前线的时候，你突然撤单，这就是要把人家往死里逼啊！这印度呢，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抱上了董王大腿就能飞黄腾达了，能摆脱困境了。我把话撂这儿啊，这就是一步臭棋，这是最愚蠢的决定，这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连芝麻都是发霉的。首先啊，你得看这个账怎么算。俄罗斯的油那是打折的呀，便宜啊，那是印度这2年经济还能维持增长的重要动力，能源成本低啊。现在你放弃了便宜油去买美国的油，美国的页岩油那成本多高啊，再加上那个运费啊，跨过大半个地球运过去啊，这个油价得涨多少啊？油价一涨呢，印度国内的通胀立马就得起飞，老百姓吃不起饭，工厂开不起工，最后倒霉的还是印度自己。其次啊，你得看这个大腿他靠不靠谱呀？董王是什么人？那可是出了名的翻脸比翻书还快，那是大饼画的比天大，兑现的比纸薄。当年他说什么24小时解决乌克兰危机，到现在影子呢？他承诺过多少国家好处啊？最后全部都是空头支票啊！这印度啊，现在只是他手里用来挤压俄罗斯一颗棋子，等这颗棋子没用了，或者印度啊稍微不听话了，董王随手会把这个关税再加回去，甚至加得更狠。到时候印度是两头不讨好，想回过头去找俄罗斯门都没有。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土耳其啊，那个埃尔多安苏丹，当年呢也是天天喊着战略自主，一会儿呢买这个俄罗斯的防空导弹，一会儿呢跟美国眉来眼去，试图在2个鸡蛋上跳舞，两边捞好处。结果呢，当美国真挥舞制裁大棒的时候，
土耳其软了，想投靠美国，结果美国压根没有兑现承诺 ，F-35战机不给了，经济制裁也没全撤。土耳其不仅没拿到好处还得罪了俄罗斯。最后里拉汇率崩盘，通胀率80%，老百姓是苦不堪言成了全球的笑柄。现在的印度就在走土耳其的老路甚至比土耳其还惨，因为印度的体量更大对能源的依赖更重。那说到底吧，印度这次弃俄投美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转向，而在贪婪和恐惧驱使下的一次慌不择路的逃跑，是被董王的大棒给打怕了又被那虚无缥缈的胡萝卜给迷住了眼。他以为他是棋手，其实他只是下家，甚至只是个筹码。他以为出卖朋友能换来荣华富贵，殊不知在国际丛林法则里没有骨头的人永远得不到尊重。美国会尊重他吗？不会。董王只会觉得，嘿，这小子真好吓唬，以后多吓唬几次。俄罗斯会原谅他吗？不知道。这种关键时刻的背叛那是刻在骨头上的仇。周边国家怎么看他？原来这就是那个整天吹牛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呀！美国人一咳嗽你就跪下了。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也许呢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印度就会后悔。当他发现买来的美国油贵得离谱国内物价飞涨的时候，当他发现董王承诺的什么科技合作迟迟不到位的时候，当他发现俄罗斯切断了核能合作，他就会明白自己抛弃的是一个真心给实惠的伙伴，拥抱的是一个只会画大饼吸血吃肉的骗子。所谓的机会主义玩到最后通常都会变成自食恶果。印度的下场从他决定背信弃义的那一刻起早都注定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